中东巨变，叙利亚或将分成3个国家。结合地图了解一下。2010年的阿拉伯之春席卷了整个阿拉伯世界，给当地带来了巨大的动荡和痛苦。现在不少国家开启了和平会谈之路，叙利亚却始终沦陷于战火。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在2024年12月8号的凌晨开始枪声不断，叙利亚反对派武装出现在国家电视台，宣告巴沙尔·阿萨德的政权结束。这一事件为叙利亚带来了新变局，也为中东地区的未来增添了不确定性。今天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观看中不要忘记点赞关注。1. 叙利亚国内冲突为何持续不断？叙利亚战争已经持续了12年。2011年阿拉伯之春席卷整个中东，从1月26号开始，叙利亚开始不断爆发反对政府的示威活动。3月15号局势升级，示威活动演变成武装冲突。叙利亚国内的各方势力轮番登场，这些势力背后能看到美国、沙特、土耳其、俄罗斯、伊朗等国家的身影。叙利亚战争爆发有多方面的原因，我们简单来看一下。首先，从意识形态和国家体制上来看，中东国家不管是君主制还是共和制，大多数仍然是政教合一的国家，且非常容易出现独裁统治者。叙利亚独立之后，照搬了西方的政治体制，但是多次爆发军事政变，民主制度名存实亡。1970年，阿萨德家族登上叙利亚政治舞台，建立威权体制。武装冲突爆发后，叙利亚内战逐渐演变成了国内各方势力的权力争夺场。反对派希望推翻巴沙尔政府，政府希望维持现状，矛盾的目标是冲突难以平息。此外，叙利亚处于亚非欧的连接地带，海湾国家要向欧洲出口石油，需要走波斯湾和苏伊士运河、地中海的海路。为了节省路程和运输成本，海湾国家修建了不少经过内陆的输油管道，相当一部分位于叙利亚境内。因此，叙利亚内战爆发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为控制中东石油，扶持叙利亚反对派，使冲突难以短时间内结束。2. 叙利亚的基本情况。叙利亚是中东一个共和制国家，北部是土耳其，东部是伊拉克，南部与约旦相邻，西南是黎巴嫩和以色列，西部隔地中海与塞浦路斯相望，其海岸线长183公里。该国首都是大马士革。截至2022年，叙利亚人口1929万，其中阿拉伯人占80%以上。叙利亚最西部是西亚列古带的北沿部分，由沿海狭窄平原、阿拉威特山、阿西河谷地、东侧山地等4条南北纵列地带组成。黎巴嫩山以东为广阔高原，叙利亚北半部属干草原，东南半部属叙利亚沙漠，为阿拉伯高原的一部分。全国最高峰是位于西南部谢赫山，其海拔约2814米。叙利亚境内的主要河流包括巴拉达河和拜拉达河。境内的气候比较干燥，全年降雨量少于25毫米的地区占全国的3/5，主要原因是高山阻挡，只有沿海地区的年平均降水量在1000毫米以上。叙利亚的矿产资源比较丰富，主要有石油、天然气、磷酸盐等，石油储量约25亿桶。在战争前，石油可以自给自足，部分能够出口。虽然比不上沙特等石油大国，但石油产业也是该国重要支柱。但是现在该国石油资源濒临枯竭。另外，已探明的天然气储量6500亿立方米，磷酸盐储量6.5亿吨，岩盐储量5500万吨。叙利亚工业基础较薄弱，现有工业分为采掘工业、加工工业和水电工业。叙利亚内战爆发前的农业耕种面积达473.6万公顷，农业人口约440万。主要种植小麦、大麦、玉米、棉花、豆类、甜菜和烟草等作物，是阿拉伯世界第5个粮食出口国之一。2011年局势动荡后，叙利亚农业发展受到严重影响，农产品、畜牧产品产量锐减，高度依赖进口。2020年，叙利亚农业产值约为46亿美元，占 GDP 总量20%。另外，叙利亚局势动荡后受到西方的全面制裁，进出口受阻，货币贬值，失业率上升，经济几乎崩盘，从一个中等收入国家变成了落后动荡的地区。3. 叙利亚或将分成3个国家。12月7号，在卡塔尔多哈召开的阿斯塔纳峰会吸引了叙利亚问题相关各方的关注。据中东媒体的报道，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计划在即将到来的多哈论坛期间，与伊朗和土耳其的外长进行会面。届时，3国将就叙利亚领土上的势力范围划分展开深入讨论。据最新消息，叙利亚和平方案已初步达成。该方案的主要内容是阿萨德政府将进行更替，并设立一个看守政府，
各派武装将根据其控制区域划分势力范围，并实施高度自治。这样一来，叙利亚将被分成几个主要的控制区域。阿萨德家族和阿拉维派将控制塔尔图斯和拉塔基亚省，沙姆解放组织和土系叙利亚国民军将掌管北部、中部和西南部地区，而美国支持的库尔德武装则将掌控叙利亚东部地区。每个控制区都将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以维护地区稳定。然而，这种模式似乎在重蹈利比亚卡扎菲时代的覆辙，可能会引发叙利亚更大的战乱。一旦阿萨德政府离开大马士革，沙姆解放组织基地与土系叙利亚国民军之间的矛盾可能会再次激化。此外，土耳其全力支持的叙利亚国民军与美国支持的库尔德武装也处于对立状态。未来，无论是伊德利卜地区的沙姆解放组织与土系叙利亚国民军的内讧，还是联军对库尔德武装的进攻，都可能是潜在的爆发点。这样的局势令人担忧，各方应寻求更加和平、公正的解决方案，以结束这场旷日持久的冲突。